嗨，干啥呢？早看节目了，欢迎收看难产 TDD 玉胶海牛系列第2期，久等了。速度开始，先会把会被 JK 键替换下来的零件拆下。后期出的 JK 大多是直接替换原零件的位置，但是也有小部分需要我们调整一下骨架的造型，例如需要去掉这部分的球形关节，以适配 JK 键垫高的腰。用锯类工具的时候，先轻轻的划底色，做出来痕迹之后，逐渐加大行程即可。另外还有胸口处这个部位，直接用铲刀铲掉就好，不铲会妨碍 JK 键的安装。腰部这里需要先打一下桩，这个部位不管是安装还是轻微的调试动作，都是受力处，打个桩就会安全很多。等我们用蓝丁胶简单固定过后，我们直接用电模开始打孔，转速大概在800左右，一次不要转太久，不要一直往里怼，转几下就要抽出来一下，不然碎屑会糊到钻头上。打另一个孔之前，可以先把已经打完孔的固定一下，两个孔处理方法一样，最后安装上铜丝。修水口的顺序和我们第一期节目一样，先用剪钳进行初剪，然后用铲刀进行大致的修整。其实这样处理完就可以开始安装了，可以快点拼起来。看看安装好后的实物是什么样的，具体的打磨可以放在后面。组起来之后，先看看组合度，如果组合度有问题，优先调整组合度；如果没问题，就开始检查下丝，拆开，着手修整。胸口有2个零件是可以通过简单的刻线就能顶替 JK 键的。JK 键翻得再好，整体质量也不如原件。这个零件只需要简单复制刻线，和之前刻线教程差不多。先用圆规画2条线，确定一个点。定好点之后，线向着零件原本的特征刻就行了。这个零件只是加深了原本不太好做渗线的斜线槽，这类的刻线也可以不用辅助工具，先把刀头的一侧对着线槽比较深的地方，轻轻的划几次，等另一边也变深之后，再走几次刀就好。如果线槽的两头不整齐，就从线槽开头的地方用刀压一下，再往后拉。线槽和刻线一样，走推刀要从两边向中间。零件的修整，我个人的习惯是趁着还有水不土，先把线给走了。JK 键翻模的过程中，最容易受到影响的就是刻线，常见问题是粗细不一、线槽有狗牙等。正常用推刀走一遍就好了。如果是特别严重的，就需要扩一下原本的线槽，然后再填补、重刻。像气泡之类的瑕疵，就需要扩一下，用笔刀转转就行。如果不进行扩孔工作的话，
一方面是不好填补，另一方面容易是在打磨时填补的无爽，整个翻起。我们复习一下调制无爽。调无爽可以选择在一些不是快干胶的材料上调制，等调完也好打扫，比如贴纸的离心纸、胶带等等。调无爽唯一的重点就是把胶先滴到粉堆边上，然后把粉一点点往里面送，一直调到浓度合适。像胸口这个位置的刻线，我认为有那么一点点多余或者不和谐，我也给顺手填了。填补工作完成后，我们就可以对零件进行打磨。这里把 C 面也进行好好的修整，让零件减少肉感。最后拍摄时看起来也够挺。修完第一轮后，我们再补一层水补涂，需要再检查一轮。像我们这里第二轮修整的时间一点不少于第一轮。确认最终没有瑕疵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用高目数的海绵砂纸整体打磨一遍水补涂。与其说是打磨，不如更像是抚摸。这样处理过后的水补涂会变得异常的光滑，也更容易做出好的漆面。最后筛查一下有没有缩肉，稍微磨穿了也没有关系。本次上色流程稍微有些特殊，这是我个人经常用的方式，能减少重复工作，基本不走回头路，效率也会更高。就是需要做一下前期规划，先准备出来这些零件。这部分的零件大多数是要喷涂金属色或者伪电镀色点缀的。我们先给需要的地方喷涂光泽黑大地，肩膀关节部位喷涂枪铁金属色，一些小的位置等喷涂完一色之后，开始喷涂透明绿。而监视器的部分我们要的是蓝色，所以喷涂的是透明蓝。喷涂好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做 JK 件基本上从开始上色就会一直穿插遮盖在喷涂的每一步。我们做遮盖的时候可以准备一个单独的切割垫，一是能保证遮盖带的洁净，二是能充分保留一些小块的遮盖带，见缝插针的用上。这一类小块的遮盖是将遮盖带切成尺寸正好的小条，再去遮盖就会方便很多。随后进行一轮切割就行。像这样大面积遮盖的零件，整块遮盖带贴上去，随后顺着分色处的刻线用镊子压紧胶带，随后用笔刀切就好了。最后遮完就是这样。接下来准备这些零件喷涂005的灰。喷涂时候先喷细节，随后慢慢盖住就好。深色的颜色一般遮盖力够，有没有底色都不会影响发色。喷涂完毕之后就是这样，也有一些不需要分色的骨架，其实在这步就喷完了。顺手记得把领口部分给遮盖了。准备出来这么一大把零件，喷涂超级白。准备出来这3个零件，然后喷涂013灰绿。这3个零件也记得顺手遮盖好。喷出超级白是为了盖住我们之前喷涂各种金属色、伪电镀涂装时涂料的残留。
为了之后喷涂白色和蓝色系的颜色做好准备，打好底。喷涂好之后，大概就是这样了。准备出来这4个零件，开始喷涂008深黄，部分是需要遮盖的。喷涂类似散气之类的零件，可以减少出气量，稍微降低一点点气压。先对凹陷处进行喷涂，再进行整体的喷涂就好。这个小块的零件会有白、红、黄的颜色，上色顺序大家可以注意一下，大概就是每个颜色就是下一层颜色的补色，这样不用给下层颜色打底，也不会影响发色。接下来就是处理各种小的装饰类零件以及部分骨架了。喷涂016雾气灰，喷涂的时候经常性检查遮盖带有没有翘边之类的现象。如果有，就用镊子捏一捏，然后继续进行喷涂。胸口的零件会有几块也需要喷涂雾气灰。等喷完之后，直接洗笔，给外部细节补上014深灰。肩膀这2个零件遮盖好黄色的部分之后，就要拿去喷涂020深蓝灰了。这个零件记得内部也要喷，不然灰色就会露出来。像我们这里就属于小翻车。再次强调，第一次组合后一定要仔细观察哪些零件会外露。等喷涂好后，一样需要全部做遮盖。我们继续给装饰类零件进行喷涂外框，颜色是015浅冷灰。准备出来这些零件，直接喷涂即可。灰色一般遮盖力是可以的。一样，喷涂时记得检查遮盖。如果一个零件上有好几种颜色，突然有个地方漏了色，是非常头疼的事情。接下来就要开始喷涂蓝色了。准备出来这些零件，喷涂 L009蓝2。喷涂好后就是这样。再准备出来这些零件，遮盖好。喷涂浅一些的 L008蓝1，也就是浅一些的蓝。喷涂立体的细节的时候，记得每一个面都喷上颜色，不然角度错开就露馅了。还有一些零件的边缘也要注意，如果是外露的，一定要进行着色。再把零件遮盖成这个样子，进行喷涂 L010蓝3，也就是最深的蓝。到现在为止，遮盖遵循的都是从低到高。如果是同一个平面的颜色的话，就要保持颜色从浅到深。最后我们要处理这部分白色的零件了。我们对比油漆的色板之后，发现超级白有点太白了。胸口这个零件，我们就喷涂023白1进行弱化，其余的统一进行喷涂024白2。散气部分的零件需要遮盖一手，再喷涂超级白。这个零件就算是完成了。
然后不要洗笔，直接对肩部零件的装饰部分喷涂超级白，盖住原本的蓝色。这时候注意控制好喷笔，别让白色喷到我们上面偷懒没遮盖的深蓝的部分。最后遮盖一下，喷一手025白3，喷涂部分就整体结束了。接下来就是紧张的撕遮盖带时间，这真的是一股子摸奖的心情。有时候哪个地方一个没注意漏色，又是一轮新的返工。饰品会省略到渗线、水贴，还有喷涂效果这种比较基础的部分。原本计划中海牛系列的节目是简单的拍摄制作过程，稍加剪辑就完成的。但是考虑到既然做就要做细做好，信息量也要够足，所以看起来是简单的拍摄。为了配合拍摄，实际上是做了很多重复性的工作的，并且我们实际上是每期做2套海牛，好随时有替换上去的零件，不图好步骤。每个步骤都要记录，所以素材量也是巨大的。每期节目都是倾心之作，来之不易。非常感谢看到现在的大家，可能节目漫长枯燥，但希望我传达一些我制作过程中的细节也好，各种思路也好，能给大家带来抛砖引玉的作用。非常感谢大家的耐心等待和鼓励。我不是大佬，但是想给同为交老的你们继续做分享，求个关注，求个3连，非常感谢，这将是我们持续努力的动力。好了，看成品吧。